钢铁侠作为漫威最具有代表性的英雄之一，目前在全球各地已经收获了数千万粉丝。我们共同见证了以凡人之躯比肩神明。今天就带大家来重温一下托尼·斯塔克的整个人生，该内容涉及比较多，还请耐心观看。直接回到1970年5月29日，玛利亚在这天生下了托尼·斯塔克。他从小与管家埃德温·贾维斯关系亲密，以致后来把自己的人工智能命名为贾维斯。托尼可以说是天生的天才。4岁时，他制作了一块电路板；6岁时，制造了一台 V8 发动机；17岁时，他以优异的成绩从麻省理工毕业。而且，托尼还有非常优秀的父母，本是顺风顺水的人生。但不幸的是，霍华德·斯塔克在1991年被洗脑的巴基暗杀，随后奥巴迪亚接管了斯塔克公司，直到托尼22岁将公司收回。在之后的10年里，斯塔克工业开启了为军方制造新技术和武器之旅，同时也几乎吸引了科学界的每个人。当在2008年钢铁侠1中见到托尼·斯塔克时，他正在阿富汗展览新武器杰里科，这是一种高效率的导弹。在成功展览回来的路上，托尼被恐怖组织绑架，该组织也想拥有杰里科导弹，但爆炸性的绑架让托尼的内脏附近埋有一些弹片。随后他使用汽车上的电磁铁暂时阻止了伤口。紧接着，托尼与同为俘虏的银森一起将胸前的电磁铁升级为电弧反应堆，以确保心脏的安全。为了逃出山洞，他建造了第一套盔甲马克1，这是由铁桶组成的机动战士，里面装满了武器。托尼穿上它，成功逃离了恐怖组织。可悲的是，银森却没有逃过这一劫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恳求托尼做一些重要的事情。没有什么比濒死体验和拯救你生命的人去世更能动摇心中的原则了。Effective immediately, I am shutting down the weapons manufacturer division of Stark International. 奥巴迪亚反对这个决定，并且托尼最好的朋友罗德上校也反对。做出这个决定后，斯塔克工业公司的董事会将托尼赶下了台。事实证明，奥巴迪亚在公司董事会和市场方面都得到了控制。他实际上还领导了董事会的背叛，并且还一直在向恐怖组织出售公司的技术。为了解决目前这个问题，托尼将他的钢铁侠套装升级为更时尚、更丰富多彩的，从而消灭了眼前的敌人。在第一次任务成功后，托尼与他的秘书小辣椒制定了一个计划，就是入侵斯塔克公司，并找出其余武器的去向。不料奥巴迪亚让托尼失去了行动能力，并拿走了胸中的电弧反应堆，放在了自己的铁霸王盔甲中。该机甲的灵感来自马克1，只是这套比较大，不对，好像大了很多。托尼这边用他在山洞中的反应堆及时救了一命。随后他与奥巴迪亚展开了战斗，在小辣椒的帮助下，成功击败了铁霸王。最终，托尼·斯塔克向全世界宣布自己的身份。I am Iron Man. 当托尼在舞台上承认他是钢铁侠时，安东万科把斯塔克公司的秘密告诉了儿子伊凡。紧接着，伊凡使用霍华德和父亲的旧蓝图设计了电弧反应堆。6个月后，托尼把他超级英雄的名声变成了一个借口，他想重新举办斯塔克世博会展览，并为自钢铁侠出现以来发生的每一件好事而赞誉。但很快，托尼就被传唤到国会面前，以捍卫他拥有世界上最大军械库的权利为理由。If your priority was actually the well-being, my priority is to get the Iron Man weapon turned over to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. Well, you can forget it. 虽然托尼说服了国会的人，但他得知哈默工业公司正在试图填补斯塔克公司的空白武器，还包括复制钢铁侠套装，不过失败的相当惊人。与此同时，托尼的身体也有了问题，他因持续使用电弧反应堆而患上了靶中毒。随后，托尼任命小辣椒为斯塔克工业的新任 CEO。另一边，伊凡完成了他的鞭锁装置，甚至还在摩纳哥一场比赛中攻击了托尼。不过，等托尼穿上盔甲后，就轻松将他击败。于是，贾斯汀·哈默把伊凡从监狱里救了出来，两人同意联手打倒托尼和斯塔克工业公司。战胜鞭锁后，托尼举办了一个生日聚会，他穿上了钢铁侠套装作为派对把戏，然后又大发雷霆。其实这一切都是托尼故意的。很快，罗德就穿上马克2试图阻止。 Get out. 在两人激烈的战斗后，罗德带走了战争机器，并叫哈默负责为其配备新武器。而另一边，尼克·福瑞告诉托尼可以解决靶中毒问题。在看过父亲的录音视频后，托尼发现霍华德在70年代就设计了靶的替代品，但缺乏制造新元素的技术，于是他将设计放在了斯塔克世博会的示意图中。What is and always will be my greatest creation is you. 托尼通过这段录像受到了启发，从而建造了新元素，并及时升级了盔甲来打断伊凡的计划。然而，伊凡其实已经建造了一支只有他能控制的无人机军队，以及还能远程控制罗德的装甲。在哈皮和娜塔莎的帮助下，他们成功阻止了无人机的进攻，随后还将罗德从控制中解救出来。最终，两人联手一起击败了伊凡万科。战争过后，罗德保留了盔甲，而托尼也做起了复仇者联盟顾问。时间回到2008年，无敌浩克片尾彩蛋中，托尼告诉罗斯将军，他们正在组建一个团队。没错，这个团队
就是复仇者联盟。托尼于2012年正式加入，一段时间后，洛基来到地球，但在伯里被托尼一帮人联手逮捕。小队抓住洛基后，索尔突然出现，与美队和钢铁侠扭打在一起。经过一系列交谈，雷神同意联合起来对抗洛基的阴谋。为了调查来源，托尼和布鲁斯·班纳开始分析洛基的权杖，但当时的鹰眼已经被精神控制，他很快就释放了三公主，并使复联陷入了混乱。最终以斯塔克大厦为中心进行了一场大规模战斗。与此同时，洛基试图打开了时空裂缝，从而引入外来的奇塔瑞战士入侵。复仇者成功阻止了第一波进攻，但不料理事会发射了一枚核导弹。危急时刻，钢铁侠将导弹拖进裂缝，似乎是想牺牲自己的性命来消灭敌人。幸运的是，他完全没事。 All right, hey. All right, good job, guys. Let's just not come in tomorrow. Let's just take a day. 接下来的事情发生于钢铁侠3中，当时托尼·斯塔克的情况显然不妙，在穿越虫洞和纽约之战后，他的焦虑几乎使自己瘫痪。为了应对这种狂躁，他投资了最初由神盾局创建的组织，并利用空闲的时间来建造数十套盔甲，从而防止未来惊天动地的危机。很快，一名叫满大人的恐怖分子突然出现，据说他一直在世界各地煽动爆炸案。紧接着，哈皮就在一次爆炸中受伤，于是托尼在媒体上发言，叫这名恐怖分子来硬碰硬，这也导致他的房子被炸烂。幸好贾维斯及时站了出来，还把托尼带到了田纳西州，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有工程天赋的小男孩，随后两人一起修好了马克42，并了解到恐怖分子就藏在不远处。经过一系列调查，托尼发现所谓的满大人竟是一个演员，他是由基利安和玛雅汉森设计的角色。在得到一些刺杀计划的线索后，托尼和罗德立马跑去港口求援，最终通过钢铁军团和小辣椒的帮助，他们成功击败了基利安。在这场战争过后，托尼接受了心脏手术，因此他不再需要靠反应堆生存，并且打算退出超级英雄。紧接着时间来到复联2，托尼·斯塔克实际上并没有退休，他在2015年又回到了复仇者联盟。为了搜查9头蛇组织事件，钢铁侠一人悄悄进入了窝点，但不料被变种人旺达控制。在旺达的咒语下，托尼不仅看到了复仇者同伴们一个个死去，还看到奇塔瑞军队正前往地球。醒来后，他好像明白了一件重要的事情，于是托尼打算制造一套盔甲，但这并不是一般的盔甲，而是要来保护地球免受任何伤害的人工智能。随后他叫上布鲁斯·班纳，破解了制作密码，并在心灵宝石的帮助下，他们一起创造了被称为奥创的人工智能。Who sent you? I see a suit of armor around the world. Ultra in the flesh. 不过最终还是出现了错误，奥创认为解决人类才能给地球带来保护。随后他还得到了旺达和快银的帮助，当然复仇者们肯定会阻止这种事情发生，但旺达又再一次对团队释放精神控制，这也导致绿巨人大发雷霆。好在钢铁侠早就为他准备了反装甲。在这件事之后，托尼又用心灵宝石和贾维斯创造了另一个人工智能幻视，最终复仇者们和幻视联手挽救了索科维亚的局面。在影片结束时，托尼选择退出团队。紧接着剧情来到美队3内战，当时托尼前往麻省理工，试图培育新一代企业家，然而他在演讲完却遭遇到了奥创事件的受害者。这位母亲在索科维亚失去了儿子，他认为托尼属于暴乱行动，根本没有一点责任感。随后罗斯将军提出复仇者联盟要属于联合国管理时，托尼二话不说支持这个协议，但美队却非常反对。最终两人意见不同，从而也开始产生了分歧。不久之后，巴基被9头蛇释放，目的是为给泽莫家人的死报仇。很快，史蒂夫召集了一个团队来帮助巴基逃避抓捕，而托尼也组建了自己的团队，在机场与美队发生了混战。不料战争机器因幻视的偏差射线而瘫痪。随后，钢铁侠一人前往西伯利亚继续调查。当托尼发现自己的父母不是死于车祸，而是死于巴基之手时，这也导致他们两人完全分裂。在一场残酷的战斗后，美队扔下盾牌，带着巴基逃脱了。但史蒂夫给了托尼一部手机，上面有他的号码，并说道：“如果需要重新团结起来对抗更大的威胁，我会毫不犹豫加入。”在美队3内战事件发生2个月后，其中最令托尼头疼的还是对彼得·帕克的指导。当然，彼得也很渴望引起托尼的注意，于是他发现了一个名叫秃鹫的人在做武器交易，但经验不足的蜘蛛侠根本不是秃鹫的对手。好在有钢铁侠的2次帮助，第一次是通过远程控制盔甲把彼得从水里拉出来，第二次则是亲自出面来修复渡轮。经过一番争论，托尼没收了帕克的蜘蛛侠套装，即使没有套装，彼得也不得不成为英雄。他最终阻止了秃鹫偷走斯塔克的货物。作为奖励，托尼答应了蜘蛛侠的愿望，那就是加入复仇者联盟，并且还能获得一套全新的钢铁战衣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彼得竟然拒绝了这一切。为了分散记者的注意力，托尼只能利用这个现场向小辣椒求婚。当复联3无限战争开始时，托尼和小辣椒幸福的结婚了，并且还想准备要个孩子，但这一切都被奇异博士的到来打断了。听到灭霸入侵地球后，托尼奋不顾身地加入了战斗。
Dude, you're embarrassing me in front of the Wizards. 不料还没一会儿，奇异博士就被乌木猴带走了。好在有托尼和蜘蛛侠的帮助，他们解救了斯特兰奇，并将乌木猴驱逐到了太空。为了追击灭霸，三人驾驶着飞船一起前往了泰坦星，在那里还遇到了银河护卫队成员。本来制定了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，眼看螳螂女就要成功，但却被星爵一拳打破了。最后，灭霸利用宝石力量击败了大部分复仇者。托尼见情况不妙，一个人冲上去与灭霸单挑。结局我们也知道，他根本不是对手，而且奇异博士也放弃了用时间宝石来挽救钢铁侠的生命，这让灭霸很快就收集了宝石。一个响指下去，使得半个宇宙的生命不复存在。虽然托尼活了下来，但彼得却在他怀里化为了尘土。最终，泰坦星上只剩下钢铁侠和星云2人，这里似乎没有了回家的路。接下来剧情来到复联4，在灭霸取得毁灭性胜利后，星云和托尼被困在了飞船上，他们没有足够的燃料回到地球。危急时刻，惊奇队长及时出现，随后安全的把2人送回了家。值得庆幸的是，虽然只有50%的存活率，但小辣椒、哈皮和女儿都活了下来。在接下来的5年里，托尼唯一的想法就是为自己和家庭建立美好的生活，直到斯科特朗从量子领域的重新出现，他提出了可以回到过去拯救所有人的理论。经过一番折腾，托尼创造了一个时间机器模型，结果不难想象，他又加入了复仇者联盟，而且还把盾牌归还给了队长，并重新组织了一支复仇者团队。所有人只有一个目标，那就是取回无限宝石。任务进行得很顺利，托尼甚至有机会和过去的父亲交谈。收集了所有宝石后，浩克成功打上响指，带回了其余的人，然而也带回了过去的灭霸。最终，钢铁侠只能牺牲自己来挽救局面。眼看着灭霸和他的军队一点点消失，这也实现了早期银森的请求。虽然托尼·斯塔克牺牲了，但并不意味着他的故事也会随着一起消失。托尼留下了3个非常合格的下一代人来接替：第一是他的女儿摩根·斯塔克，第二是一直想模仿托尼的彼得·帕克，第三就是钢铁侠3中出现的小男孩。现在他已经长大，并出现在钢铁侠的葬礼上，这表明漫威并没有忘记托尼的第一个徒弟。尽管以上3位是最合适的人选，但托尼·斯塔克永远是钢铁侠，他是一个时代的经典，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传奇。说了这么多，你是因为什么才喜欢钢铁侠的呢？可以在评论区聊聊自己的看法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。如果你有想看的系列，可以告诉我，咱们下期见。